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走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江西一位女嘉宾小西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让我对两岸婚恋市场有了新的认识。小西今年32岁，是个标准的大龄剩女。别看人家个子娇小，但工作能力特别强，在外企做到了中层管理，年薪40多万呢。可是感情这块却一直不顺，来我这相亲已经2年多了。说实话，小西的条件确实挺好的，长相清秀，皮肤白皙，身高160，体重刚好100斤，身材保养得非常好。但是她的择偶标准可真不低。记得第一次来我这儿做咨询的时候，她开口就是丽姐，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其实不高，就是希望对方身高175以上，年龄35岁以内，本科以上学历，最好是在大企业工作，年收入税后30万起步，家庭背景良好，没有不良嗜好。我当时就笑了，妹子啊，你这一点都不高的要求，都快赶上选国女婿了。结果他还振振有词，丽姐，这不过分吧？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，工作也不错，这些要求不都是门当户对吗？哎呀，我这心里那个急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总觉得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凤凰，非要找个金凤凰不可。但是人家金凤凰为什么要选你呢？市面上的好姑娘多了去了。后来我还是给他介绍了几个本地的男士。第一个是做互联网的，人家公司虽然不大，但年收入也有20多万，人品也不错。结果小西一见面就嫌人家公司不够大，发展前景不好，直接否了。第二个是体制内工作的，收入是不算特别高，但是稳定，家里在市区还有2套房。谁知道小西跟人家吃了一顿饭，回来就跟我抱怨，丽姐，这个人也太老土了吧，一顿饭吃了1个半小时，光顾着埋头吃，话都不会说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第三个那更绝了，人家是本地最大房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年薪50万，还有股份。我好不容易帮他约到的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就因为人家身高差了1厘米，就差那么1厘米啊！小西硬是把人给拒绝了，这事儿把我给气坏了，当场就说，妹子，你这样挑3拣4可不行，你也不是18岁的小姑娘了，再这么挑下去，好男人都让别人挑走了。你看看现在的婚恋市场，像你这个年龄段的优质男士，哪个不是在找小10岁的姑娘？小西听了这话不乐意了，嘟着嘴说，丽姐，我这不是挑剔，是有追求，我宁愿单着也不要将就。哎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这种思想我见得多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觉得自己是盘菜，非要等着遇上满汉全席不可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婚姻本来就是互相包容、互相成就的过程啊。就在我快要放弃小西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台湾那边合作机构的邀请，说要举办一场两岸联谊会。我当时就想到了小西，觉得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毕竟换个环境，接触不同的人群，说不定会有新的火花呢。我马上就约了小西，跟他说这个机会。一开始他还有点犹豫，说丽姐，台湾那边的条件能好到哪里去啊？再说路那么远，万一不合适，岂不是白跑一趟？我赶紧给他分析，妹子，你要知道，台湾那边的男士普遍素质都不错，特别注重礼仪修养。而且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来往也很方便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一直觉得大陆男士太直男了吗？台湾男士在感情方面可是出了名的细腻体贴。小西听我这么一说，心里有点动摇了。我趁热打铁，又补充道，而且这次来的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质男士，学历、收入都不错，你就当是去见见世面 ，broadening your horizons。嗨嗨，不好意思说顺嘴了，拓展一下视野嘛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小西和其他几位女嘉宾一起去了台北。说实话，这次联谊会的规格确实很高，主办方把场地安排在了一家5星级酒店，布置得很雅致。男女嘉宾们先是参加了一个简短的破冰游戏，然后就是自由交流环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个叫建宏的男士引起了小西的注意。
这位建宏今年36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身高178，长相斯文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型的男士。小溪后来跟我说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建宏的谈吐。在整个交谈过程中，建宏不仅谈吐优雅，而且特别会照顾女生的感受。比如看到小溪站得久了，马上就体贴地帮他找了把椅子。聊天的时候，发现小溪对某个话题特别感兴趣，就会很自然地让他多说一些，自己则认真倾听。更让小溪惊讶的是，当他提到自己的工作和理想时，建宏不仅没有像之前相亲的那些男士一样表现出不以为然，反而给予了真诚的肯定和鼓励。他说，你能在这个年纪做到这个位置，真的很不简单。现在很多女生都很独立能干，这是件好事情。这句话可把小溪给暖到了。要知道，之前在大陆相亲的时候，很多男士一听说他的职位和收入，不是觉得难以接受，就是酸溜溜的说女强人不好相处。而建宏不仅完全不介意，还表现出了真诚的欣赏，这让小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。联谊会结束后，建宏主动加了小溪的微信，两个人开始了网上聊天，越聊越投机。建宏每天都会跟小溪视频，关心她的工作和生活，偶尔还会用一些可爱的贴图逗她开心。虽然隔着海峡，但小溪觉得两个人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近。1个月后，建宏专门请了假来江西见小溪。这一见面，可真是让我和小溪都大开眼界啊！首先是见面礼，建宏不仅给小溪带了台湾特产，还给我这个红娘准备了伴手礼。他说，丽姐，谢谢你给我们牵线搭桥，这是一点小心意，请笑纳。这份待人接物的细致，真是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忍不住叫好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建宏来之前还做了充分的功课，他不仅了解了江西的文化特色，还特意学了几句赣语。虽然发音不太标准，但这份用心真的让人感动。他跟小溪说，我觉得要了解一个人，首先要了解他的家乡文化。吃饭的时候，建宏的表现更是让小溪刮目相看。记得有一次在一家本地餐厅，建宏不仅很自然地帮小溪和我们夹菜，还会适时给小溪布菜，搭配得非常合理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会很细心地观察小溪的反应，看他对什么菜比较感兴趣，就会默默地多给他夹一些。饭后去喝茶的时候，建宏谈起了对婚姻的看法。我觉得婚姻不是一个人依附另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互相扶持，共同成长。现在很多人把彩礼当成衡量婚姻的标准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真正的感情是用心去经营的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这番话说的小溪连连点头。要知道之前相亲的时候，有些男方家里开口就要几十万的彩礼，而且各种要求特别多，搞得跟谈生意似的。相比之下，建宏的态度显得格外难能可贵。更让小溪感动的是，建宏对待感情特别认真。他说，虽然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但我觉得感情需要慢慢培养，我们可以先多了解对方，看看是否真的合适。如果觉得合适，我很愿意来江西发展，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去台北生活，一切都可以慢慢商量。这种不急不躁、尊重对方的态度，跟之前那些一见面就打听房子、车子的男士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溪说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当成一个独立个体来尊重，而不是被当成一个待售商品来挑选。建宏在江西待了1周，每天都会带着小溪去体验当地的生活。他不像一些男士那样见面就想着去高档场所显摆，相反，他更喜欢去一些接地气的地方，比如早市、老街、本地小店。他说，我想了解你平时生活的样子，这样才能知道以后怎么更好地照顾你。临走前，建宏送了小溪一个特别的礼物，一本手写的旅行日记，里面不仅记录了这几天的点点滴滴，还画了很多可爱的小插画。最后一页写着，谢谢你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这份心意别提多暖心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开启了异地恋，每天视频，语音从不间断。虽然相隔千里，但感情却越来越深。建宏经常给小溪寄一些暖心的小礼物，
有时候是台湾的特产，有时候是手工制作的小玩意儿。最让小溪感动的是，每次他加班到很晚，建宏都会陪着他视频，直到他安全到家。记得有一次，小溪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在视频的时候情绪有点崩溃，建宏二话不说，第二天就请假飞来江西。他说，看到你不开心，我整颗心都揪在一起了，必须要亲自来陪你。这种心疼和体贴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。相处了3个月后，建宏正式向小溪求婚了。他没有搞什么浮夸的求婚仪式，而是选择了一个很温馨的方式。那天，他带着小溪去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餐厅，点了几个小溪最爱吃的菜。饭后，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是一枚很简单但很精致的钻戒。建宏说，我知道我没有很多大陆男生那样有钱，也给不了很多彩礼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这辈子都会用心经营我们的感情，给你最温暖的家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溪当场就哭了。他说，以前我总觉得要找个条件特别好的男人，房子、车子、彩礼都要很完美。但是跟你在一起后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这些外在的东西，而在于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愿意互相包容、互相成就。这时候，建宏的父母也从台北飞来了。让小溪特别感动的是，建宏父母完全没有提彩礼的事情，反而一个劲儿地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，还说只要你们两个真心相爱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婚礼定在了第2年的春天，选在了小溪的家乡举行。建宏尊重小溪的意愿，婚礼就按照江西的传统习俗来办。他说，结婚不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也是2个家庭的结合，我们要尊重双方的文化传统。说到这里，我就特别想感慨几句，做了这么多年红娘，见过太多因为彩礼、房子、条件而错过良缘的例子。很多人总是把目光放在物质条件上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感情基础。其实啊，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不是比谁的条件更好，而是要找一个真心对你好，愿意和你共同成长的人。小溪现在已经去台北定居了，时不时会发一些生活照片给我看。照片里的他笑得特别甜。他说，在台北的生活虽然要重新适应，但是有建宏在身边，一切困难都变得不那么难了。看到小溪现在这么幸福，我这个红娘也感到特别欣慰。最近他还专门发了一段话给我，让我分享给正在寻找另一半的姑娘们。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以前我总觉得找对象就是要在物质条件上找个门当户对的，可是真正经历了感情之后，我才明白2个人的心灵契合才是最重要的。建宏让我明白，爱情不是比谁的条件更好，而是要找一个懂你、尊重你、愿意陪你一起成长的人。说实话，通过小溪这个案例，我也看到了两岸男士在恋爱态度上的一些差异，印象最深的就是3点。第一个是生活态度。大陆这边的男士普遍比较务实，总会先考虑房子、车子的问题。但是像建宏这样的台湾男士，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，懂得浪漫，会很用心的经营感情。第二是对待女性的态度。我发现台湾男士普遍比较尊重女性的独立性，不会因为女方能力强就感到自卑或者抵触，他们更愿意欣赏和支持女性的事业发展。第三是家庭观念。虽然都重视家庭，但表现方式不太一样。大陆这边可能会更注重物质基础，讲究彩礼、房产这些，而台湾那边则更强调感情交流，更愿意去经营2个人的关系。当然了，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关键是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个人。就像小溪说的，与其执着于一些外在的条件，不如多看看对方的内在品质。看看他是否真心待你，是否尊重你，是否愿意为了你去改变和成长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人找到真爱。希望小溪的故事能给正在寻找另一半的姑娘们一些启发。不要把条件看得太重，不要把自己的眼界局限得太窄。真正的缘分往往就在你放下过高要求的那一刻。现在小溪和建宏的感情越来越好，2家人也处得其乐融融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
好的婚姻不在于你嫁入了一个多么富裕的家庭，而在于你遇到了一个愿意和你携手一生、共同成长的人。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在寻找另一半，不妨放宽眼界，敞开心扉，说不定你的幸福就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你呢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